笑連連。好，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日本人看了難受，我們中國人看了享受的中日大戰。本場比赛并不是一场普通的中日对決，是一場我們中國傳統武術啊。本呢？我們中國拳壇又驚現一位實力不輸邱建良的實力悍將，只靠拳法，僅在一個晚上連續 KO 3位國際悍將，看得武僧一龍目瞪口呆。好，我們注意看這個英俊瀟灑、玉樹臨風正在出場的小伙子，便是來自於我們中國江西的搏擊天才吳雪松。身高1.79米，體重72.5公斤，而且吳雪松有一個非常響亮的外號，叫對外克星，因為他專打老外，從來不打自己人，而且很少有老外能在他攻無不克的拳法之下挺過3個回合，基本上不是跪地求饒，就是猝死擂台。就連武僧一龍啊，都想將吳雪松收入門下，但很可惜，觀眾朋友們，吳雪松呢很聰明，也很明智，因為他不喜歡與蟲為伍，便拒絕了一龍。而今天吳雪松的對手，觀眾朋友們可謂是來者不善了，他便是眼前來自於墨西哥的全能王者泰范霍斯坎。這個家伙之所以被稱為全能王者，因為他練習過泰拳，也練習過自由搏擊，而且還練習過綜合格鬥以及散打，包括跆拳道。而且他的比賽風格正如他的綽號一般非常的全能，技術全面，毫無短板。而且我們看他一臉得意的笑容，比賽還沒開始，仿佛這場比賽已經勝券在握。而且在泰范霍斯坎來中國之前很多媒體記者就開始爭相報道，說他來中國打比賽，那就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咱們中國人很簡單，但今天他到底是砍瓜切菜還是踢到鋼板，我們看了才知道。剛改沒多長時間，做完了這個3回合的拼鬥，馬上調整身體，馬上調整精神，馬上進入下一輪的比賽。是的，確實很辛苦。藍方泰范霍斯坎，紅方吳雪松。從之前雙方上一輪的比賽當中，我們看到泰范霍斯坎他的風格比較趨向於這種防守反擊，他打得比較靈活，而且報價比較穩，是的，防守非常嚴密。那麼就看本次的吳雪松能否挺入16強了。岳松呢，就是說你既然你這麼高，那好，那你想法把他的防守打開，是的，对吧？利用你的得意技，給對方造成傷害，就是擊不了對方，給他打重拳，他對方有一種畏懼感，也是一種勝利。在上一輪的比賽當中，吳雪松是靠基礎打敗了亞歷山大希爾。我的你知道。這場比賽我真的是沒有想到，雙方真的是出奇的穩啊！要知道他們兩個都是高手，正所謂高手過招，見招拆招。那目前來看，的確是平分秋色，出手次數也不是很多。但我們能看到的是，這個泰范霍斯坎他的雙手報價拿得很高，防守意識很強。打完一拳之後雙手趕緊是護住倒來。而我反觀吳雪松，他的報價相對來講比較鬆散，但是可以獲得更好的進攻視野。霍斯坎的反擊拳，霍斯坎的連續的正蹬腿，一掃踢。吳雪松現在也是不敢輕舉妄動，非常謹慎。霍斯坎的連續的重拳重腿，這是非常危險了。霍斯坎你这防守反擊非常快。是的，他我这场一開場的比上場打的還要厲害，還要好。上一場比賽他剛開賽第一場回合呢還略有防守，他現在沒有了。天，這是剛過去多長時間？我們看這個泰范霍斯坎，他是步步緊逼，可以說呢咄咄逼人也不過如此了。但他打得這麼凶觀眾朋友們，對吳雪松來講，我覺得是好事兒，因為吳雪松最不怕的就是有人找他拼拳。當時武僧一龍看上吳雪松的一個點，就是看吳雪松拳法的確是太漂亮了，非常的猛，所以說他想將這個吳雪松收入門下當他的哎呦前擺。我們剛說到拳法夠猛。好，裁判1次讀秒，現場裁判的話是毛景宇，這是一個老裁判了，他執行過的比賽已經多達上萬場。好，比賽繼續。好，觀眾朋友們，第一回合比賽結束，這個鈴聲算是救了泰范霍斯坎一條小命。
哦，還好鈴聲敲響了，如果再給一點時間，恐怕這個小子啊已經被吳雪松給 KO 了。我們常說你把兔子逼急了，觀眾朋友們還咬人呢，更別說你將吳雪松這樣一個恐怖的重炮手逼上絕路，那肯定很危險了。好，雙方第2回合比賽繼續。開始霍斯坎是加強了進攻，吳雪松的本身力量是比他要大，比他要拳的力量要比他大。值得看泰凡霍斯坎開始使用反擊拳，不能小看泰凡霍斯坎這種冷拳冷腿。对呀，他是不按套路出牌的，這是你看看。刚才是吴雪松也遭受到重擊。雙方啊都在拼這種架。好了，結束了 ，KO， 這是完全直接 KO， 直接 KO， 直接 KO。哇，比賽結束，比賽結束，讓我們看一下精彩回放。哇，這一拳下去，這個泰凡霍斯坎整個人是趴到了地上。哇，這拳太重了，而且是一個左手的前摆拳啊，觀眾朋友們，太猛了。好，我們再來看一下吳雪松的下一個對手，他是曾經的 WBC 世界拳王何塞魯拉斯啊，同樣來自於墨西哥。與上一個泰凡霍斯坎相比啊，這個何塞魯拉斯啊，在進攻角度上更為刁鑽啊，打得更為凶狠。好，比賽開始了，我們看白色拳道是吳雪松，而黑色拳道何塞魯拉斯。有過這個 MMA 的這個打法，但是我们看他站架並不像 MMA 選手那樣拉得那麼開。對，但是腳底步伐還是比較靈活。雪松要拉進去啊！對，這個何塞這個前後這個左右直拳的這個距離啊，非常的長，攻擊距離，而且他從來不會打這種中近距離的拳法發力，都是放得很長。打完的雪松追的時候啊，這何塞的步伐轉得比較活。對，他應該是研究過雪松。這場比賽的難度係數啊，相較於上一場來講，真是高了不少。對手無論是在臂展上，還是在步伐的靈活度上啊，比上一個選手要高上太多。對，又是一次這種，而他是從上往下去壓過吳雪松的前手，防守的前手。對，漂亮，繼續。哇，剛剛又是一個前手後手，前虛幾次啊！哇，前手，我違星救了啊！你的胳膊長，你的步伐靈活，又能怎麼樣呢？吃到吳雪松的拳啊，你該倒還是得倒。甭管你在國際上有多大的名氣啊，來我們中國，你是龍你給我盤着啊，你是虎給我握着好。吳雪松乘勝追擊，哦，哪裡跑？還敢用轉身邊拳？我讓你轉。應該是結束了。我們看何塞魯拉斯呢，連站都站不穩了。比賽結束，讓我們恭喜吳雪松啊！兩場比賽都很精彩，打的都是頂級高手。好，再次恭喜，同時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咱們下期視頻再見。金腰帶屬於中國，我會把金腰帶留在中國。隊長，又一個，再來了一個了，又來一個。我們裁判叫停了比賽。盤點那些來中國踢館的外國黑人，一個個頭腦簡單，四肢發達，以為我們中國人好欺負，結果被中國勇士們揮拳暴揍，甚至重拳打飛入擂台的解氣名場面。看完這期視頻，觀眾朋友們，我癱瘓多年的二大爺都興奮到從床上蹦了起來。第一場比賽由中國散打隊長傅高峰對戰來自於剛果的黑人選手恩扎巴。在雙方的發布會上，黑人選手就做出了割喉的動作，囂張挑釁，甚至還躺在了地板上撒潑打滾，嘲諷我們中國選手傅高峰根本打不過他。對此，我們中國的散打隊長傅高峰也是霸氣的做出了回應：該高調的時候就高調，該出手的時候就出手，我不會給他任何的機會。中國隊長傅高峰從散打到自由搏擊到 MMA， 連續6次獲得全國散打冠軍。2018年跨界轉型自由搏擊，2020年又跨界 MMA。34歲的年齡，傅高峰在翻越着一座又一座的高峰。身高1.78米，臂展1.88米，比賽體重81.2公斤。好，我們看雙方的比賽已經開始，看一下這位曾經的散打6冠王來到綜合格鬥之後他的實力究竟如何？東方中國隊長傅高峰，南方選手剛果部的恩扎巴。是這位反架的選手啊，果然還是嘗試要去爆。看到後手，高峰還是要用他的這個重拳啊，對，還是要去攻擊對方，打重擊，是，所以這樣的重擊其實對於
安扎巴来講，還是會有一絲的忌憚在。是的。雖然說這場比賽呢是綜合格鬥規則，也是傅高峰啊第一次打綜合格鬥，他的地面本領我們不知道到底強不強，但是站立水平，觀眾朋友們啊，傅高峰的水平我们看，哇，後手打破了。現在安扎巴躺在地板上，他在賭傅高峰的不敢上前但是他賭錯了，傅高峰就是這麼大膽。我們來看傅高峰果然進入到了對手的封閉式防守當中。這個時候也看到安扎巴大長胳膊大長腿了。對，但高峰還是要打一打哈。對，但是對於小拳還是要上一上。對高峰來講要小心啊。對，小心對手往上去掛腿。是。連續的腿錘擊。一次提醒要回擊，要做動作。對，安扎巴還是看護頭護的比較結實。沒錯，是結束了比賽了。是，比賽結束，觀眾朋友們非常痛快。不愧是中國的散打隊長，雖然說他曾經是打散打的打站立的，但是真正的格鬥高手，真正的武者，他真的是無畏任何挑戰。正如他的名字一樣，傅高峰，他又翻過了一座高峰。這種無畏強敵、勇於挑戰自己翻越高山的這種勇氣真的是太難能可貴了。剛剛的比賽只能說是開胃小菜，而接下來觀眾朋友們好戲才馬上要開始。我們注意看這個頭頂上頂塊布的家伙，便是來自於蘇丹的費薩爾，生涯戰績150勝50負他的戰績已經達到了200多場。而且他曾經還是 WBA 的世界重磅級拳王，觀眾朋友們實力是非常強勁，經驗豐富，打法老練。但賽前他卻狂言，他頭頂上頂的這塊破布一會兒將是我們中國選手的裹屍布。這幫黑人觀眾朋友們真是一個比一個狂。而這場比賽我們中國選手便是來自於新疆的天山巨炮阿斯哈提伊。好，雙方比賽開始。開始的時候就先發制人，用自己的靈活的步伐來壓制對手。從他短暫的雙方的纏抱的過程來看，我們看到老將扎卡利亞的襲擊極具危險。扎卡利亞的遠程控制打擊。對方的身形條件的確是非常的優越，但是你給這麼一個腦子不太好使的人這麼好的身體條件，我覺得就像是你給一個沒有駕駛證的人一台法拉利一樣，他根本不會開也開不明白。鑽石飛人，鑽石飛膝，非常重的直接的後手拳的身體打擊。我們看到阿薩提的組合拳打擊，其實是給扎克利亞造成了特別大的困擾。重拳打到了，這裡要數秒了。我們承認這個大老黑曾經他是個王者，但如今已經45歲了，來中國踢館還這麼囂張這就是他的下場。現在只是個開始，只是一個讀秒，而接下來觀眾朋友們千萬不要眨眼。扎卡利亞也是剛剛的加盟昆崙決的比賽，可能對於昆崙決大賽的規則還有一些的適應，特別是在雙方纏抱過程當中，又是一個非常重的重擊，險些打到阿斯哈提。比賽繼續進行，我們看到阿斯哈提在抓緊機會繼續打，接着打出了場外。鈴聲敲響，比賽結束阿斯哈提一拳將這個曾經的拳壇王者泰森的隊友一拳打飛出了擂台。和其他的黑人選手相比，這個黑人選手他長得真的是黑的不能再黑了，而且真的非常像一頭大猩猩。我們看一個鈦合金的平底鍋在他的手裡邊就像一塊麵餅一樣輕鬆就可以掰彎，很難想象他的比例有多麼的恐怖。第一次來中國打比賽的時候，他就拿起了麥克風放肆嘲笑我們中國選手太瘦小。在发布会现场更是一言不合就想衝上來毆打我們中國小伙子。到目前為止這幫黑人選手我算看出來了，沒有一個是老實人都很囂張，都很猖獗。好，
今天的亞洲好戲，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們和拳迷粉絲們看過，可能不下5遍了啊！它便是死神方面大戰西蒙馬庫斯的經典之戰。這個馬庫斯在死神方面和他打之前呢，在我們中國擂台啊是9戰9勝啊，曾9次完爆我們中國選手，而且幾乎每一場比賽都將我們中國選手打成重傷。不僅多次在媒體面前嘲諷我們中國選手不堪一擊，而且不止一次在發布會現場動手打人。而這一次不敗王者死神方便的出現，讓他知道了什麼叫做殘忍。這個脂肪啊，或者是說這個體型上來看，他應該是從更高級別的降下来的。沒錯，這絕对力量上應該方便不佔優勢。對。哦，馬庫斯這個摟住以後的這個膝啊，從我這個角度都能看到方便身上的水。哦，方便有一個重擊啊，雙方2個人都有重擊啊。我覺得方便這場比賽是拼了，為了自己的榮譽。其實看得出來，方便也非常的輕鬆。還是方便擊倒了馬庫斯。這是本場比賽死神方便第一次擊倒馬庫斯，但是觀眾朋友們啊，這只是一個開始，接下來馬庫斯的處境會越來越慘。好，第2回合比賽開始。在第1回合，雙方進行了一個電光火石的這種近距離交火，而且方便在第1回合擊倒了一次馬庫斯。哇，這個比賽的這個走向已經完全超乎人的意料啊，超乎這個想象，隨時1秒鐘。這是什麼情況？第2次擊倒馬庫斯。沒錯，這是本場比賽第2次擊倒馬庫斯啊！剛剛馬庫斯在跪地的時候還露出了一副無所謂的表情，我只能說啊，他完全是在掩飾尷尬。哦，這一拳又打晃了，死神方便上來補拳，哇，第3次擊倒馬庫斯，比賽結束了，還要再打，還要再打，這一回合還有再最後一次的 KO 機會。馬庫斯已經沒有反抗能力了，我覺得。比賽結束了，3次擊倒，按照規則不需要再讀秒了吧？不需要再讀秒了。方便創造了奇蹟。好，比賽結束，這場經典大戰，這場不可思議的比賽，死神方便獲得了勝利。相較於前面的3場來講呢，這場比賽可以說啊是最振奮人心的一場，因為這個我們看現場主持人都激動到哭了起來。因為這個馬庫斯啊，在中國橫行霸道這麼多年，有很多外國人說馬庫斯在中國是不可能輸了，這輩子在中國就是一直無敵下去。直到死神方面的出現，2個不敗王者之間的對決啊，壓力啊都很大。好，讓我們恭喜死神方便，同时我們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您覺得哪一場更為精彩呢？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咱們下期視頻再見。我操！比賽結束，直接昏迷。實力不輸張之磊的巨人拳王，一拳最高1800斤，韓國巨人根本防不住，當場打斷脖頸，猝死擂台。好，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中韓超重磅級別拳擊大戰。好，正在出場的拳手便是韓方代表啊，來自於韓國的巨人柳良來。他目前在我們中國的戰績是2戰2勝，已經是打贏了2場比賽，而且都是 KO 的方式啊結束了。最近常听這麼一句話，世界是你的也是我的啊，早晚有一天呢，他是韓國人。在韓國人看來，什麼孔子、老子、孫子、曹操、諸葛亮都是韓國的，什麼4大名著、4大發明都是韓國的，而甚至還說呀，這孫悟空也是韓國的。觀眾朋友們，其他人不敢說，我覺得孫悟空啊，還真有可能是韓國人。為什麼呢？因為孫悟空啊，他使棒子呀。好，閒話少說，看一下本場比賽柳良來的對手，來自於中國的天山巨人阿斯哈提。阿斯哈提是一個實力不弱於張之磊的選手，據說他呀打這個側立的一個機器啊，打出了1800多斤。你沒聽錯啊，他這一拳不要說打死人了啊，打死2、3頭水牛，我覺得那都是輕而易舉啊。雖然說我們中國人和韓國人不像和日本人一樣有那麼大的深仇大恨，但是有的時候這幫韓國小棒子，觀眾朋友們真是比小日本還要令人討厭，因為他們很惡心。好，雙方的比賽已經開始了，讓我們閒話少說。白色短褲阿斯哈提，而紅色褲衩韓國的柳良來。
连續再拳，發揮了自己拳擊運動員的特點。對。他如果練過這個自由搏擊接鐵接一腳，對方就躺那兒了。這個連續兩個組合，拳法非常好。應該問題不大。在賽前呢，柳良來的教練呢曾經表示，阿斯哈提是一名拳擊手，他的腿有可能是他的短板。對，實際上你看戰術非常明顯，站不住，壞了，危險，因為這個戰術非常的這個明顯，就是攻擊他的支撐腿。果然不出所料，這幫韓國小棒子啊，觀眾朋友們，他們是有備而來啊，研究了阿斯哈提的短板。阿斯哈提雖然說他權重千斤吶，但是他的弱點，哎呦呦，小心，弱點就是他的腿。他不怎麼會用腿，而且腿法呢相對較薄弱，但拳法很猛。前置拳对，頂着他不讓他過來，不讓進來，用前手拳，對，直拳頂個正手，對，然後好，接着打，用重拳換場，这個換場，对。现在知道你不是用前手拳的套路吗？我就用战術特別明顯，後套腿老臉去支撐的。對，我覺得就是在柳良來出腿的時候可以還擊拳正拳。現在你看阿斯哈提他的臨場經驗呢還是非常豐富。我們看對方腿法厲害，那我就和你打貼身纏抱的戰術啊，來限制你的腿法。而且摟抱戰術啊也完全不可恥，這是一個格鬥擂台很常見啊，阻止對方進攻節奏很好用啊，很高效的一個方式。沒錯，情況不對，趕緊摟住。的話就會打亂這個阿斯哈提自己的這個節奏和他自己戰術。是的，對，就是說他的這個軟肋被對方抓住，所以柳良在這裡比較注重。就在場採訪毛經理告誡這個阿斯哈提不要摟抱，不要摟抱。他說我也不是很想摟抱，但他光給我支撐腿，我沒辦法支撐住。好，這個抓住機會，這是優點。哎，對，用優勢。反拳和刺拳，這是阿斯哈的特长，他不是練拳擊的。對，对，看见。你光踢我這個前支撐腿，我確實不好做。好，接着打，對，還是用自己的主動進攻。對，這個柳良還雖然你用你後撐腿，對，好漂亮！哇，這一次的擊倒非常漂亮。這是比賽，哇，哎呦，爬不起來了，要結束了嗎？哦，應該不會，因為第一回合還有3秒鐘的時間，對方咬着牙也要堅持下去。阿斯哈提看能不能有機會再補2拳，再來一個，再來。又一個，哎呦，這3拳打完之後，我們看，哦，對方這個走路都有點發晃了。好，第一回合比賽結束，阿斯哈提啊，這個比賽真是給我們來了一個過山車的體驗。雖然說開局不利，被對方呢進攻了腿法，找到了弱點，但後續的拳法這一塊，我們找回了場面。看一下第2回合，阿斯哈提還能不能夠在拳法這一塊啊，給對方呢狠狠的上一課。好，接着應該是抓緊時間，阿斯哈提還應該主動進攻。對，用要頭部，對，如果有2位開球地方，接着打，有可能。果不其然，觀眾朋友們，第2回合阿斯哈提想一鼓作氣拿下這個韓國小棒子，而且進攻非常高效，非常的給力。好，比賽結束了。對，這個比賽結束了。哇，觀眾朋友們，不愧是千斤重拳，這真不是開玩笑的。剛剛的每一拳打在對方的身上，就像雨點一般啊！打的這個柳良來啊，根本扛不住。而且對方的脖頸不出意外的話，那肯定是要出意外了。好，看一下精彩回放，這個精彩回放真是百看不膩啊！再慢熱的話呢，可能自己的腿又要遭受住機會了。而且主要最大的戰術是他用這個拳法主動進攻，用最好的進攻來做防守。否則的話，一味防守根本贏不了比賽。是這樣的。對。他畢竟是拳擊團全國的拳擊冠軍啊！你看他的後手之拳多重，看他動作，衣服左右手的之拳，对，這2拳打的太漂亮。泰森倒在了地上，眼角鮮紅的血水流了下來。這屈辱的一幕在泰森的職業生涯可謂是屈指可數。然而在賽後休息室的泰森卻抱着才2個月大的兒子，一臉的幸福，絲毫沒有受到比賽失利的影響。因為剛剛的比賽雖然說輸了，但泰森也贏了。在2002年，泰森登上擂台，此時的泰森並不是為了榮譽而戰，因為榮譽對他來講是最不缺的東西。這一戰他很簡單，就是為了錢，因為他欠下了銀行將近5000萬美元。而就在此時，他的妻子還和他簽訂了離婚協議，分走了1半的財產。
這無疑讓原本就入不敷出的泰森雪上加霜。虽然说此时的泰森已經過了巔峰時期，但實力也不是一般人能夠染指的，而且極高的人氣也是票房最好的保證。但对於當時的泰森來講，打一般的選手出場費實在太低，對於他的欠款來講，根本就是杯水車薪。在2001年，泰森 KO 了尼爾森，獲得了向世界拳王劉易斯發起挑戰的機會。而此時的劉易斯正處於巔峰時期，橫掃了幾乎所有能打的對手，除了那位傳奇人物拳王泰森。只要完成這一戰，劉易斯將彪炳史冊，名垂青史。因此這一場新老拳王的對決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度，這也讓泰森獲得了1750萬的超高出場費。這麼高的出場費，即使放在現如今也是天花板的存在。在發布會現場，劉易斯還故意遲到激怒泰森，雙方在發布會現場大打出手，泰森甚至還咬了劉易斯。這一下讓比賽原本就極高的熱度再一次直線上漲。比賽當天，赛事方更是用人在擂台中间拉起了人形警戒線，為的就是讓他們兩個不要再出現意外，讓比賽泡湯。雙方這場新老拳王之爭已經開始，我們注意看白色短褲劉易斯，而黑色短褲麥克泰森。雖然說此時泰森已過巔峰，但其打法風格還很彪悍，在比賽一開始還能和劉易斯打得有來有回。Voilà, encore une fois, l'histoire avec Holyfield, parce qu'en fait Tyson s'était lâché un moment. Les règles du combat s'arrêter de frapper lorsqu'il y aura un break demandé par l'arbitre, comme là. A installé Tyson ses favoris.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不断的进攻当中，泰森更為主動，而且打得更兇。反觀劉易斯，則是採取了各種的摟抱戰術，各種的骯髒手段。這也是泰森和霍利菲爾德打完之後啊，很多人都知道打泰森該怎麼打了。你不能和泰森硬碰硬，最好的辦法就是和泰森啊打這種泰迪拳，也就是泰森來硬的，他就來軟的；泰森軟的時候，他就上硬。Deuxième reprise, et voilà justement. Et Tyson qui essaye d'avancer entre des accents. Faire attention quand même. 第二回合的劉易斯依舊是沒有改變任何戰術，依舊是以摟抱為主，防守為輔。L'attitude de Tyson. Il a pris le uppercut là. Là, il a été touché Tyson. 即便這場比賽泰森的出場費高達1500萬，但是啊，對於他欠款來講呢，也僅僅只有1/3。但如果不打劉易斯，打其他的一些菜鳥啊，打一些其他選手啊，出場費也僅僅只有100-200萬美元。對於泰森來講的話，當時啊真的是杯水車薪，根本就不夠啊。我們可以看到第三回合的泰森依舊非常主動，我們甚至可以說啊，在進攻端這一塊啊，甚至是壓着劉易斯在打。對於本場比賽，當時後來有很多人說呀，如果泰森再年輕個2-3歲，這一場比賽啊，打劉易斯絕對能夠秒殺。Je vais le maîtriser. Quel sang! Ouais, le crochet gauche de Mike Tyson. Oh oui. 看到泰森有精準的重拳，現場的觀眾相當興奮。可以說坐在前排的觀眾啊，有一大半以上都是泰森的粉絲。Il y a les touches bien sûr de Mike Tyson, mais des 雖然說這場比賽泰森並不是冠軍，但他的名氣啊和支持率啊遠遠要高於劉易斯。第三回合結束，泰森這邊的眼角已經開始流血，這在以往的比賽當中呢極為罕見。沒辦法，人是要服老的。而劉易斯這邊的話幾乎沒有傷口，因為整場比賽下來，他前面啊都是在猥瑣的打，不是跑就是在跑的路上。Dans ce championnat du monde WBC IBF. Ah, il y a du suspense, hein. L'uppercut encore de Lewis. Et la droite en compte.
现场觀眾可以說是人山人海。泰森之所以有這麼多的觀眾，之所以有這麼多的粉絲啊，因為他打拳非常乾淨。雖然說他的私生活私底下啊有點不受控制，但在擂台上他絕對是打法非常乾淨。而且泰森的比賽永遠都是以小博大，從這一點來說呢，也不得不讓人佩服。Évidemment, il pose presque son point. Heureusement, les mains sont hautes pour l'instant. Réaction de Tyson. Oh! À tout moment, oh! On en prie sur Mike Tyson. 哦，这一下是对方刘易斯壓倒了泰森。這一下並不是擊倒，因為沒有明確的重擊打到泰森，而明顯啊，對方把上半身的肢體重量壓到了泰森的身上。我們再看一遍，對手還沒有倒，後面的話是硬生生啊給壓倒了。當然，第一拳的確是有打中，但第一拳是沒有立刻擊倒泰森，而是後面這個劉易斯的確是手法有點髒了。Mike Tyson là n'a pas le temps。第五回合了，刘易斯繼續發揮自己身高臂長的優勢。只要泰森打進來，他立馬採取摟抱。賽前的數據來看，劉易斯的臂展啊，要比泰森長了20多公分呢。雖然說泰森在比賽的前5個回合進攻非常的兇悍，但他也吃了對手很多的重擊，他的眉骨、他的鼻子啊都在流血。現在是雙方的第6個回合。Oh, qu'elle était bien haut, là, celle-là, si elle arrive. Oh, celle-là, elle est arrivée. Avec cette droite-là, normalement, on peut l'empêcher par excès de confiance. Oui. Oh. Parce que là, la main gauche, pardon, de Lennox. 從這一回合開始，劉易斯開始加強進攻，距離上的精準把控，再配合上自己的超強重拳，多次重擊泰森。這個的確沒辦法了，因為前面的進攻呢，泰森耗費了自己大部分的體能，這導致他現在在閃躲能力上、反應速度上和進攻的速度上都有所明顯下降。Encore? Non, c'est bloqué. C'est bloqué dans le gant. Sur des années. 彼時的劉易斯擊敗了除泰森以外所有他能打的對手，無一例外都擊敗了。從這一回合開始，泰森的摟抱明顯變得多了起來，這也是無奈之舉。在拳擊擂台，摟抱戰術是限制對方進攻節奏最好的方式。挺不住的時候採取摟抱啊，這完全不丟臉。而像劉易斯從比賽一開始就摟抱泰森的，那才是真的不太假。觀眾朋友們，千萬不要眨眼，比賽即將要來到今天最關鍵的第7個回合了。雙方的比賽在這一回合將要分出勝負。C'est clair. Faut y retourner. C'est clair. Après les trois. Il n'en peut plus, Mike Tyson. On lui a dit, vas-y, la dernière chance. Là, le dernier coup. Ah non, non, la solution. C'est bien, c'est bien, c'est bien. C'était comme un très grand champion de Lewis Shaw. 8e reprise. Oui. 8e reprise et le 3e round. Oui. 哇，在第7回合，劉易斯的勾擺組合打晃了泰森，這下不出意外的話，應該要算到讀秒。而且我們注意看，此時泰森的右眼已經完全腫脹。
這對他的进攻視野有着非常大的影響。路易斯選擇乘勢追擊，瘋狂的補刀，很明顯他是想一鼓作氣 KO 掉泰森。比賽結束，在刘易斯一連串的猛攻之下，泰森終於扛不住倒了下來。鮮紅的血水從他的眼角流了下來，這是泰森呢非常狼狽的一戰，但是沒辦法，因為他早已過了巅峰時期，在拳擊擂台啊，誰也逃脫不了年齡這個問題，即使他是野獸泰森。對於這場比賽的結果，你有什麼看法？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您認為年輕和巔峰時期的泰森能否擊敗劉易斯呢？咱們下期視頻再見。Et puis après, il va y avoir les stockades. Ça va être